的短信，短信里是一条视频，弟弟灰头土脸，被人驱赶着往前走，可他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？他阴狠地盯着旁边的男人，突然弟弟猛地窜起，一口咬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，他用了狠劲，男人措手不及地被扑倒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他从男人的脖子上咬下一块皮肉，弟弟咧嘴笑了，可还没等他笑太久，电击棒就打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被电得惨叫连连，不断抽搐了起来。短信里还有一句话，想要赎回他，交赎金500万。妈妈听到弟弟的惨叫声，连忙抢过我的手机。当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，双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奶奶踉跄了一下，屁股一下子就坐在地上，整个人瘫软无比。你弟怎么会被拐走了？你说话啊！我妈发了狠似的朝我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却依旧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奶奶突然大吼一声：行了，现在救回小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们三人脸色阴沉难看，一夜未睡，正在商量着如何救回弟弟。而这一晚我无人打扰，睡得格外安逸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手机里又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弟弟朝着周围怒吼着，他似乎想像在家里对待我们一样，想将那些人治得老老实实。可他忘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奶和妈妈了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一脚就踹在弟弟胸口，弟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咳嗽了几下，哇地吐出一口血沫和牙齿，他的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男人用力地踩在了弟弟的手上，然后碾压了几下。小兔崽子，到了这里还这么不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！弟弟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连外头的我爸妈都听到了。他们冲了进来，抢过我的手机。看到视频里弟弟凄惨的模样，我妈眼泪狂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奶奶气急攻心，竟双眼一闭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但这时爸爸和妈妈都已经没空管她了，倒是我好心的将奶奶扶起，给她吃了药。爸爸拿着我的手机拨通了弟弟的电话，接通的是一位带有口音的中年男人。爸爸怒吼着：你们赶快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笑声：报警是吧？那你报一个试试。接着电话挂断，不一会手机里又收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棒球棍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腿上，接着便是弟弟歇斯底里的惨叫。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怎么样，还想报警吗？想要赎回他，赶紧打钱。妈妈看后崩溃地对我爸说：小杰的腿断了。说完，我妈突然抄起一根木棍，对着我边打边骂：废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看住他，你弟弟怎么会被拐跑？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，好在最后我爸阻止了他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们要赶紧筹钱，可是我爸借遍了所有的亲戚，根本没人愿意帮忙救我弟，甚至有的朋友还嘲讽这是罪有应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竟然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这天晚上，我本想找爸妈要回我的手机，可不料却听见我妈正在打电话：大哥，我们就这么多钱了，要不然我把我女儿卖给你，用她交换小杰怎么样？求求你了。对方也不傻，这样也可以，但必须要等你女儿到了缅北，我才能放人。要是敢